2026年正以不可逆的速度向我们逼近，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至少在全球多個古老和現代的預言體系當中，它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一位16世紀的法國醫生用晦澀的詩句寫下東方烈火升起，一位北宋天師在1000年前提醒丙午丁未，天地大惡，而一位21世紀的印度少年則宣稱東方巨龍將在2026年徹底覺醒。3個時空，3種語言，卻都指向了同一個時間點2026。今天我們將深入這3大預言的核心，探尋它們背後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映射。諾查丹馬斯到底說了什麼？赤馬紅羊是宿命還是警示？而阿南德的末節預言是靈性的洞察還是新時代的恐慌？讓我們一起撥開迷霧，直面真相。米歇爾德·諾特達姆，後世也稱他為諾查丹馬斯，生於1503年，是法國南部一位猶太裔的醫生、藥劑師，也是一位深谙占星術的學者。他曾精準地預言了法國國王亨利2世之死、納粹德國與希特勒的崛起，以及法國大革命等許多重大的歷史變革事件。他生於1503年，在那個黑死病肆虐的年代，他用草藥和衛生理念救治病人，聲名遠播。他精通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更是將這些知識融入了其最著名的著作1555年出版的《諸世紀》，中文也常譯作《百詩集》。這部由942首4行詩組成的詩集，以隱喻、雙關和多語混雜寫成，幾百年來引發了無數解讀，其中一些應驗事件更是讓人不寒而栗。詩集的第1卷第35首中寫道：年輕的獅子將戰勝年老的，在戰場之上，一場單挑決鬥，金龍之中，雙眼被刺穿，2處傷口合為一處，終遭殘酷之死。1559年，法國國王亨利2世在巴黎為慶祝女兒婚禮而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騎士比武大會。在與年輕的蘇格蘭衛隊長蒙哥馬利伯爵的比試中，兩人戴着繪有雄獅紋章的頭盔在賽場上馳騁。比武呢，本來使用的是沒有尖端的盾矛，然而蒙哥馬利的長矛卻意外的斷裂，碎片穿透了亨利2世的面頰縫隙，刺入右眼，並且深入腦部。國王當場倒地，他在極度痛苦中掙扎了10天之後去世。醫生的記錄顯示，傷口呢從眼睛貫穿至大腦，2處傷口呢實為一處。這一事件震驚了歐洲，也結束了瓦盧瓦王朝的強盛時期。而詩句中年輕的獅子戰勝年老的，這和兩人的頭盔紋章、盾徽以及年齡差高度吻合。金龍呢暗指金屬面頰，2處傷口合為一處，以及殘酷之死幾乎是字字應驗。亨利2世死後，王后凱瑟琳深信諾查丹馬斯呢有預知的能力，聘其為宮廷的占星師。百詩集呢也從冷門的詩集變為了暢銷書，並且奠定了諾查丹馬斯先知的地位。百詩集的第2卷第24首寫道：飢餓的野獸將橫越大地，大部分戰場將被希斯特穿越。那位偉大的人物將被鐵籠所困，當日耳曼之子凝視繩結之時。詩句中的希斯特在拉丁語中與希特勒讀音接近，又是多瑙河在古羅馬時期的拉丁名稱，而希特勒正是出生於多瑙河流域，並且納粹軍隊也確實是沿多瑙河向東擴張。在2戰期間，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甚至利用這首詩宣傳日耳曼民族的偉大復興，將希特勒描繪為來自多瑙河的偉大領袖，用來強化民眾對他天命所歸的信念。詩中飢餓的野獸與戰場被穿越，正好映射出了納粹侵略整個歐洲，德軍閃擊波蘭、法國、蘇聯等，而鐵籠所困以及日耳曼之子凝視繩結，正預言了希特勒最終被困柏林地堡，最後兵敗自殺的歷史。
而該事蹟中比較著名的預言還有法國大革命、911事件以及戴安娜王妃之死。因為時間有限，就不一一展開給大家講解。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評論區留言，後續呢將為大家做專題介紹。自20世紀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許多研究者、神秘學愛好者和媒體開始嘗試通過詩句編號、對應年份、天體運行周期推算以及歷史模式循環論來試圖將詩句與特定的年份進行聯繫，以解讀出對於未來的預判。而2026年在這些解讀中被賦予了特殊意義。百詩集第7卷第26首寫道：三團天火自東方升起，和平將被戰爭雷霆撕裂，西方將在深沉寂靜中顫抖，王冠將無聲墜落。三团天火被廣泛地解讀為東亞、南亞或東北亞的地緣力量崛起，和平將被戰爭雷霆撕裂，似乎預示了戰爭，而西方顫抖則映射歐美政治影響力衰退，經濟停滯，社會分裂加劇，甚至民主制度遭遇危機。王冠墜落或許象徵着西方霸權終結，這些意象恰好契合了當下人們對地緣權力轉移、西方相對衰落、多极秩序形成的現實理解。另一段常與2026年關聯的預言是：巨大的風潮將蘇醒，夜晚突襲，毫無預警，7個月戰火，大地飲血。許多人認為這預示着一場由無人機集群發動的高強度無預警的衝突，可能在台海、中東或者東歐。也歡迎評論區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但結合諾查丹馬斯留下的私人占星筆記所提及的，當火星於2026年主宰黃道，聖地將血流成河，聖地似乎也有了更具象的指引。而巧合的是，2026年正好是中国干支纪年法中的丙午年，也就是赤馬年，而這恰好觸發了另一套古老的預警系統。如果說諾查丹馬斯用詩歌來隱喻未來，那麼中國的赤馬紅羊節則是中國古代一種結合干支紀年、五行學說與歷史灾異觀的預言性說法。它主要用於警示某些特定的年份可能會爆發重大的社會動盪、戰爭或者政權更迭。而赤馬紅羊節一說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根據道教典籍《历代真仙体道通鉴》記載，北宋的正一派第30代天师張继先曾言：丙午丁未乃天地大惡之年，謂之赤馬紅羊之災。丙午年呢，就是天干丙屬火，色赤；地支午呢，對應生肖馬，故稱赤馬。丁未年呢，天干丁亦屬火，色赤；而地支未呢，對應生肖羊，故稱紅羊。因此呢，赤馬紅羊並非是字面动物，而是对連續2年干支組合的形象化稱呼。而歷史呢，似乎也一次次印證了這一周期。公元1126到1127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慘痛和轉折性的一段時期。金兵破汴京，徽欽二帝被俘，北宋滅亡。金軍洗劫汴京長達3個月，史稱靖康之恥。公元1366到1367年，正值元末亂世，群雄割据。1366年冬，朱元璋派廖永忠迎小明王韩林兒南下，途中在瓜埠落水身亡。1366年11月，發動了對張士誠的總攻，戰役持續至1367年9月，最終張士誠兵敗被俘，自縊而死。1367年的10月，朱元璋正式拉起了北伐序幕。公元1846到1847年，鴉片戰爭的餘波未平，洪秀全制定了10款天條，作為拜上帝会的宗教與行為準則，促進了拜上帝教的发展。但是同年，全國各地的民變頻發。1906到1907年，革命派與改良派圍繞着革命還是立憲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同盟會的起義頻發，比如1906年12月平琉璃起義，1907年5月黃岡起義，1907年的6月七女湖起義，1907年的7月安慶起義，清廷加速崩溃，辛亥革命的前夜。
1966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陷入政治动亂，其造成的政治撕裂、文化断层與人性創傷影響深遠。如今2026到2027年，又一輪的赤馬弘揚即將到來，明年又會發生什麼呢？地緣政治與軍事衝突風險上升，在當前緊張的地緣政治情況下，如台海、南海、俄烏後續、中東局勢，若大國博弈激化，極易因為誤判或情緒化決策而引發熱戰升級。極端的氣候與自然災害頻發，2026年太陽活動將處於極大期，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回歸。2026年可能是史上最熱的年份之一，而長江流域、江南地區暴雨洪澇的風險將會顯著提高。如果說前兩者來自古代，那麼第三位預言者則完全屬於當下這個時代。他就是來自印度的少年阿比吉亚·阿南德。他曾在2023到2024年多次宣稱，2026年将會是人類文明的轉折點，並提出了末節與巨龍覺醒理論。阿南德出生於2006年，印度的卡納塔克邦人，自稱8歲開始學習吠陀占星術，能通過行星的位置推演人類的命運。他也因為準確地預測了新冠疫情、俄烏衝突而在社交媒體走紅。阿南德在2003到2004年發布的視頻和訪談中，曾經針對2026到2027年進行了預測，提出了末節與巨龍覺醒理論。他的核心預言有3點：第一，宇宙能量巨變。他說，2026年將會發生土星與羅喉合相，在吠陀的占星中，這是最凶的星象，象徵着舊秩序崩解、集體業力清算。他警告，這不是普通的危機，而是文明級別的重置。第二，東方巨龍覺醒。他說，沉睡的東方巨龍將在2026年徹底甦醒，它的脊背就是環太平洋的火環帶，巨龍指的就是環太平洋的地震帶。他曾預言，日本、台灣、智利等地將會遭遇9級以上的強震、火山噴發、海嘯席捲沿海城市。第三，太陽風暴與意識升級。結合 NASA 數據，他指出，2025到2026年太陽活動達極大期，強曜斑可能會癱瘓全球電網，同時地球磁場擾動將會觸發人類的集體意識覺醒，邁入新紀元。他借用印度教概念 Pralaya， 稱2026年是本輪小末節的開端。阿南德的預言本質是將太陽週期、板塊運動等真實的科學現象與吠陀的末世論融合，形成了一種極具傳播力的新神話。在信息碎片化、焦慮彌漫的時代，這種敘事呢，極易引發共鳴。那麼，2026年究竟會發生什麼？如果我們拋開神秘主義濾鏡，回歸到現實邏輯，就會發現，最可能的預言應驗，並非來自天啟，而是人類自身行為的必然結果。首先，地緣政治的火藥桶正在逼近臨界點，台海、南海、朝鮮半島、中東這些長期緊張的區域，在大國戰略競爭加劇、軍事技術擴散的背景下，一次誤判就可能點燃區域性的衝突。而赤馬弘揚所象徵的火性動盪，恰恰與當前全球軍費開支創歷史新高、聯盟體系加速重組的趨勢共振。其次，氣候危機將從預警變為常態。2026年處於太陽活動的極大期，疊加厄爾尼諾週期，極有可能會成為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極端的高溫、超級颱風、長江流域洪澇、北美山火，自然災害將不再只是新聞，這或許就是阿南德口中巨龍脊背震動的科學映射。第三，技術基點臨近，社會信任面臨考驗。生成式 AI 將在2026年深度滲透政治、媒體與選舉，深度偽造可能會被用於制造國際危機。AI 驅動的輿論戰或將撕裂更多國家的社會共識。而與此同時，全球對 AI 監管的博弈也將白熱化，是走向合作治理
還是陷入數字鐵幕？答案就在2026年揭曉。而諾查丹馬斯所說的西方在寂靜中顫抖，或許並非指崩潰，而是西方主導的单极秩序正式讓位於多極共治。中國、印度、東盟、非洲聯盟等力量在氣候問題、數字貨幣、太空探索等領域的話語權顯著提升。王冠墜落實為權力再平衡的自然過程。所以2026年不會是末日，但是很可能是舊世界秩序的最後一道裂縫。回望着三重預言，諾查丹馬斯用4行詩提醒我們警惕戰爭，赤馬弘揚以甘之循環告誡我們敬畏天時，阿南德借宇宙能量呼喚意識覺醒。但他們真正的共同點從來不是注定發生，而是若不改变便可能如此。預言的意義不在於恐懼，而在於警醒世人；不在宿命，而在選擇。2026年不會因為一首4行詩、一個甘之組合和一段 YouTube 視頻而自動走向災難，它將如何展開，取決於此刻。我們是否願意放下偏見，重建對話？是否敢於投資未來，而非軍備競賽？是否把 AI 當作奴役工具，還是文明躍升的階梯？東方巨龍是否覺醒？答案不在地震帶，而在每一個普通人手中。覺醒是和平崛起，不是戰火蔓延；是科技向善，不是算法操控；是與自然和解，不是征服掠夺。2026年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面鏡子，照見恐懼，也照見希望；照見過去1000年的警示，也照見未來100年的可能。人類才是自己命運的先知。